遮天第58集，叶凡刚告别姬子月，竟又在水塘边相遇，两人开始了逃亡之旅。上集最后，叶凡为了逃离太玄门，不惜将青铜仙殿的秘密公之于众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。他离开后，并没有再回去的打算，因为自己无法横渡虚空，他感到无计可施，陷入了沉思。青铜仙殿的影响不仅限于南域，甚至远至北域的大人物也受到了波及。北域的圣地和世家，如江家，纷纷派人前来探查。叶凡在远离太玄门3万余里的地方停下，开始在北域转悠，试图寻找借助北域大势力力量的机会。然而就在叶凡积极准备的时候，南域传来了震惊的消息：孔雀王这位妖族的大能在出事后并没有直接前往青铜仙殿，而是找上了姬家，以一巴掌拍碎了门匾，掀飞了大门。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南域的轩然大波。姬家作为自荒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世家，底蕴深厚，很少受到挑衅。孔雀王的行为被视为极其严重的事件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。人们开始怀疑孔雀王的这一行为是否预示着妖族与人族之间的冲突。很快有消息传出，孔雀王之所以对姬家出手，是因为姬家曾在魏国围杀妖族，企图夺取妖帝圣兵，导致许多大妖死亡。孔雀王是为了妖族大帝的后裔颜如玉出头，他出关后明确表示要为颜如玉讨个说法。孔雀王的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，他再次出手，将姬家数位民宿击毙，甚至企图斩灭姬家的神体姬皓月。这一行为彻底触怒了姬家，姬家震怒之下发出了必杀令，是要追杀孔雀王。孔雀王的连续出手震动了整个东荒南域，他的辉煌战绩被重新提起，让人们再次认识到这位妖族大能的强大。姬家虽然强大，但在孔雀王的强势攻击下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叶凡却显得相对冷静，他认为这些与自己无关，并没有过多关注。他来到了一个小山村，这里的宁静与外界的风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然而就在这个宁静的小山村，叶凡听到了一个虚弱的呼声，似乎是在呼唤他。叶凡在小山村的水塘边意外地遇到了姬子月，他的状况让他大吃一惊。尽管他面带微笑，但苍白的脸色和血迹斑斑的红唇显露出他所受的重伤。姬子月站在水塘边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笑容中带着过去的影子，嘴角上扬。你怎么来到了这里？你难道也被孔雀王追杀了？叶凡快步向前走去，在叶凡的关切询问下，姬子月突然栽倒，让叶凡意识到他的伤势比想象中更为严重。他迅速使用神力和神拳稳住了他的伤势，并带他离开小山村，来到一个山崖上。姬子月在叶凡的照料下逐渐恢复，他透露了自己之所以能够逃脱孔雀王的追杀，是因为姬家强者的拼死保护。他对孔雀王的实力感到恐惧，同时也担心自己哥哥姬皓月的安危。叶凡和姬子月讨论了孔雀王的强大，以及姬子月如何从追杀中逃生的经过。在交谈中，姬子月提到了他在叶凡身上留下的印记，这让叶凡感到惊讶。两人的对话被突然到来的追杀者打断，叶凡迅速带着姬子月逃离，利用老疯子传授的步伐，他们成功摆脱了追杀者。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，姬子月认出了前方的少年就是孔雀王。这个发现让叶凡和姬子月都感到震惊，因为孔雀王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。姬子月试图请求孔雀王放过叶凡，但孔雀王的真实意图尚不明确。孔雀王的出现让叶凡意识到自己与这位妖族大能之间的差距。孔雀王的平静和清澈的眼神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力量，他的到来显然不是为了简单的杀戮。孔雀王表明了自己的来意，他是为了妖帝圣心而来，这让叶凡感到为难。叶凡解释说，那颗圣心已经自行飞走，回到了妖帝后人颜如玉的手中。孔雀王对此表示理解，并透露自己见证了这一切。他进一步询问叶凡为何圣心会飞走，叶凡则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。孔雀王对叶凡的体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并表示想要研究一番。在一番交涉后，孔雀王决定不对叶凡和姬子月采取强硬手段，但提出了一个考验。他创造了一个星空意象，要求叶凡穿越这片夜幕。尽管压力巨大，叶凡还是凭借自己的荒古圣体和坚韧的意志，成功地穿越了这片星空，令孔雀王对他的体质表示赞许。孔雀王提出要带走姬子月，以此作为对姬家的一种惩罚。姬子月虽然心中害怕，但在孔雀王面前却表现出了一丝勇气。孔雀王对姬子月的骨气表示认可，但并没有因此放过他，而是决定将他带走，与妖帝后人颜如玉互补。在孔雀王准备带走姬子月的时候，南宫正另一位人族大能出现了。南宫正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长生诀闻名，他提出与孔雀王联手进入青铜仙殿。孔雀王对此未置可否，但南宫正的出现无疑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。姬子月在一旁小声抱怨，觉得孔雀王和南宫正的外表与他们的实力和行为不符。叶凡则在一旁提醒他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脑子里都是什么念头？叶凡闻言忍不住敲了他一下。孔雀王与南宫正的对话透露出两位大能对于成仙之路的不同态度。孔雀王对于成仙并不抱有执念，他认为真正的力量和自由远比虚无的成仙之说来得重要。
而南宫正则认为成仙是脱离凡胎，达到永生的唯一途径。他试图说服孔雀王放下争执，共同探索成仙的奥秘。两位强者的对峙不仅是力量的较量，也是理念的碰撞。孔雀王的气势如同绝世利剑，南宫正如拈花神佛，他们的战斗必将惊天动地。在这场对决即将爆发之际，叶凡和姬子月选择了撤离。他们明白大能之战的可怕，不是他们所能参与的。在撤离的过程中，他们感受到了战斗的波动，甚至目睹了传说中的星辰耀青天和剑幕等异象，这让叶凡和姬子月对大能的实力有了更深的认识。然而，他们的逃亡之路并不顺利，很快又被追杀者拦截。面对6名强大的修士，叶凡和姬子月再次陷入了危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姬子月决定使用秘宝突围，并迅速将大虚空术的口诀传给叶凡，希望借此逃脱追杀者的围攻。叶凡和姬子月利用大虚空术和老疯子传授的无上秘法，不断躲避追杀者的围追堵截。姬子月的秘宝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帮助他们在虚空中隐匿身形，但这种方法对神力的消耗巨大，且不能长时间持续。在逃亡过程中，他们遭遇了一名麻衣男子，手持银塔，实力强大，银塔中甚至带有玄黄之气，显示出其非同一般的身份。叶凡利用体内的万物母气元根震动，干扰了麻衣人的银塔，这为他们提供了突围的机会。姬子月的秘宝在此时发挥了作用，帮助他们成功逃离。然而，麻衣人对大虚空术的了解，让他们的逃亡变得更加艰难。麻衣人预测叶凡和姬子月无法在虚空中持续太久，因此安排人手在外围等待，准备再次拦截。在几次尝试后，叶凡和姬子月发现他们无法摆脱追杀者，情况变得愈发危急。叶凡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辗转万里，保护姬子月逃离了追杀。尽管叶凡体质强横，但连番的战斗和逃亡也让他的身体状况接近极限。在逃亡过程中，姬子月推测出有一股势力在背后主导追杀，并且这股势力不惜牺牲追杀者来达到目的。最终，姬家的年轻人及时出现，震退了追杀者，这让叶凡和姬子月看到了生的希望。然而，当姬家的年轻人发现叶凡掌握了大虚空术时，他们的态度变得不善。大虚空术是姬家的无上秘术，即便是旁系精英子弟也无缘学习，而叶凡居然学会了。姬子月及时为叶凡辩解，说明了如果没有叶凡的话，他已经死在外面了。这平息了年轻人的疑虑。当机会老祖出现时，他对姬子月的安全归来感到欣慰，但对叶凡的态度则显得有些公事公办，缺乏真正的感激之情。叶凡感觉到了机会的冷淡，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施展大虚空术的事情已经被告知机会。尽管如此，机会还是承诺会给予叶凡足够的补偿。姬子月继续为叶凡争取，强调他对他们的救援至关重要，并指出叶凡的伤势。在姬子月的坚持下，机会邀请叶凡进入客栈。只不过，机会通过传音向叶凡传达了他的警告，提醒他不要与姬子月过于接近，并强调姬家的女儿地位崇高，不可侵犯。这表明机会对叶凡的戒心，同时也暗示了姬家对家族成员的保护和对外部关系的严格界限。姬子月通过传音向叶凡解释，他将向机会说明大虚空术的事情，并相信机会会理解的。叶凡在此刻处于两难境地，他明白自己不能去姬家，但独自离开又充满危险。最终，他决定先随姬子月进入客栈，治疗伤势后再做打算。